朋友们，今天咱们来填坑了。上一期咱们讲了国产卡牌游戏的鼻祖，我叫 MT。这期我们就来讲一下10年前也是非常大火的一款游戏。如果说我叫 MT 算是第一代的卡牌游戏的话，那么这款游戏就是第二代卡牌游戏的代表作。直到现在，市面上还有很多的游戏在沿用它的玩法。没错，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《刀塔传奇》，后边改名小冰冰传奇了。为什么叫第二代卡牌游戏呢？是因为第一代卡牌游戏我叫 MT， 那就是纯卡牌地碰。但是到刀塔传奇这儿，角色就是非常鲜明的了。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我刚刚玩刀塔传奇这种惊艳的感觉。当时我们班上大多数的人还都是在玩一些雷霆战机、天天炫斗、天天酷宝这类的腾讯游戏。我呢就不一样，我是小众哥，肯定不能随波逐流了。于是呢，我就在这个应用商店里边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游可以玩。于是我就发现了这款游戏。光看这个应用简介，我就觉得它跟其他的游戏不一样。从这儿呢，我也是第一次的了解到了莉莉丝。当时我就在想，这不是EVE里边的莉莉丝吗？行，玩一下吧。一玩我就停不下来了。当时这个市场上的这种卡牌游戏还都是那种自动战斗，砰砰砰，你打我一下，我打你一下。升级之后顶多给你换个立可以换个金边。刀塔传奇它不一样，它每一个卡面都有一个 Q 版小人，可以说把这个卡面直接火起来了呀。虽然说它刚开始也是自动战斗，但是它的释放大招是需要你自己去控制的。这样呢，就给这款游戏增加了很多的策略。比如说你在敌方快释放大招的时候，你一个控制把敌方大招打断了，直接改变战局。而且呢，这种角色也都是从刀塔里边来的，技能也很还原，还是5个人，更还原了。所以游戏在上线之后，我也是每天定好闹钟，刷梦境、刷远征、刷碎片，那叫一个上瘾啊！因为当时的游戏开服才没多久嘛，角色之间也是比较平衡的，每天呢就想着怎么研究克制阵容、打排位、刷名次。当时还有一个主播叫做爱情，就天天教人怎么打。可以说这个时候是我玩这款游戏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了。那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游戏开始走下坡路了呢？我个人感觉有2件事情对游戏影响比较大。一个呢是游戏外的，因为它这名字叫刀塔传奇，它进入人家的形象，但是呢你并没有告知人家。要知道当时刀塔传奇的首月流水就超过1个亿了，总流水超过100个亿啊，那是10年前呀，让谁不眼红啊？所以在游戏火了之后，莉莉丝就被告了。如果说是打官司的话，那时间就长了。所以呢，莉莉丝这次选择了私了，赔偿了巨额的资金，把游戏里边的很多元素都进行了大改，名字呢也从刀塔传奇改成了小冰冰传奇，从此呢也落下了一个不好的名声。还有一个呢就是游戏内 VIP 英雄，为什么叫 VIP 英雄呢？因为这个角色他没有 VIP 你抽不了。刚开始还好，你呢还可以找一些 VIP 大佬要回匣券，你要回匣券之后你也可以抽。但是后来氪金英雄越出越多，并且呢角色可以觉醒了。后来呢更是直接出了一个98英雄，直接克制所有物理队，不抽呢你就打不过别人。好多人呢就有点坚持不下去了，尤其是对于一些平民。之前的话呢看爱情的攻略还能打一打，到后期爱情都没办法。混匣英雄有多强呢？咱就打个比方，拿公主连接来举例，那就是5星角色大陆星开花，点都不敢点。包括我后来为什么玩公主连接呢？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把公主连接当成了刀塔传奇的代餐，关键是 CI 给的多呀，我靠，给的真多。不爱。总的来说呢，也就是一句话，平民他没有游戏体验，角色的强度已经让技巧荡然无存。种种原因之下呢，我也就弃坑了这款游戏。虽然说去年华月服开了之后，我也是第一时间的体验了一下，看着熟悉的画面，看着熟悉的角色，但是我再也找不到当年玩游戏的感觉了。可能我怀念的也不是说这款游戏，而是当年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吧。OK， 那么本期的视频我们就先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还有一些自己喜欢的老游戏想让我讲的，也可以私信告诉我。咱们下期再见。